曾经问过很多人，觉得不锈钢会生锈吗？得到的答案是不会啊，会生锈的还叫不锈钢吗？那我再问，是怎么分辨是不是不锈钢的？他们会回答说，吸铁石不能吸的就是不锈钢。所以很多人一旦发现买的不锈钢制品生锈了，或者是用吸铁石吸上了，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假货。其实这不是不锈钢的错，而是我们对不锈钢的认知还不够。那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下不锈钢。这个不锈钢由英国科学家布雷尔利发明的。因为那时候是一战嘛，英国士兵的步枪枪膛就是由普通的钢铁制造而成的，所以非常容易被腐蚀，而做枪支的成本又很高。这时候英国军方高层就命令科学家一定要开发出一款高强度耐腐蚀的材料。那布雷尔利他也是临危受命就开始对掺杂着不同元素的钢进行测试，整了几个月都没啥收获。一天，他的助手拿着一块锃光瓦亮的钢材跑过来对布雷瓦利说，老大，试试这个能不能行。那经过测试后发现呢，这是一块对酸碱盐有着非常优秀抗腐蚀能力的材料。虽然最后这块钢材是因为硬度不够没能应用在枪膛上面，但是这为以后不锈钢的研发与应用开启了新纪元。那听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了，不锈钢其实跟所知道的高碳钢、锰钢一样，都是钢铁的合金。可是不锈钢会比其他更具有耐腐蚀性，是得益于不锈钢里面有足够多的铬元素。这个也是科学家布雷尔利在那块锃亮的金属上最重要的发现。里面的铬会在不锈钢的表面形成一层以3氧化2铬为主的钝化薄膜。这钝化薄膜的形成是随着铬含量的增加而加快。当这个钝化膜被轻微的破坏后，也会立即形成新的钝化膜。不过不锈钢的实际抗腐蚀能力也是随着钢材本身的化学组成、加护状态、使用条件以及环境介质类型而改变的。有些介质它是专门破坏而阻止钝化膜修复的，比如说氯，当破坏的速度大于修复的速度，不锈钢就会生锈了。那比如304不锈钢，它在干燥清洁的大气中有着绝对优良的抗腐蚀能力，但将它移到海滨地区，在含有大量盐分、氯离子的海雾中，就很有可能会发生生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不锈钢的磁性。不锈钢的种类繁多，常温下按照基体组织结构分为奥氏体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铁素体不锈钢、奥氏体、铁素体双向不锈钢和沉淀硬化不锈钢。那么多的不锈钢里面，只有奥氏体不锈钢是没有磁性或者是弱磁性的，反观其他组织的都是有磁性的。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因为现在连科学家都没能给出具体的原因。那我们熟悉的304不锈钢它就是属于奥氏体不锈钢的，但是有2个原因会使奥氏体不锈钢带有磁性。第一，是由于冶炼时成分偏稀或者是热处理不当，会造成奥氏体不锈钢里面有少量的马氏体和铁素体组织存在，那这个涉及到原材料本身的质量和工艺问题。第二，奥氏体不锈钢经过冷加工，组织结构也会向马氏体转化，我们简称为回马。冷加工变形度越大，马氏体转化就越多，钢的磁性也就会越大。这里说的冷加工有比如说冲压、拉伸、扎制等。那有多少奥氏体转化成马氏体是靠不锈钢中的镍元素来决定的。镍在不锈钢的起到作用之一就是稳定组织结构，因此你材料里面的镍越多，它回马的部分也就会越少。那门窗行业中大部分的不锈钢纱网，它们都是由304不锈钢棒经过拉丝后变成所需要的丝径，然后通过编织成型。经过拉丝后，304不锈钢就会有可能回马的情况发生，也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磁性。那这种组织结构的转变其实也会对金属性能造成一定的影响。奥氏体不锈钢它的特性就是抗拉强度低，韧性高，可是马氏体不锈钢恰恰相反，它的抗拉强度高，韧性低。所以如果奥氏体回马后想要消除应力，就需要对钢材进行回火。那类似的情况与家里面的不锈钢洗菜盆也是很常见的，这些洗菜盆
都需要经过冲压成型，大家可以用吸铁石测试一下。由于我国使用不锈钢的材料时间较短，普通消费者对不锈钢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特别是以磁性变好坏的方式是不对的。另外，不锈钢不是不会锈的钢，它只是会比其他金属更不容易发生生锈。那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